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就讲一件事，疫情。我今天准备这个节目、准备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老实讲，我很痛苦，因为我们又开始要重温去年年初发生的一些让人伤痛的事情事件那就是关于疫情那么我还是要讲就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影响很大。我今天的结论基本上我可以现在就告诉大家两点第一点，从现在开始，我们在讨论、在分析、在展望中国今年剩下的时间的所有的事物当中，都必须把疫情放到一个基本的背景当中去分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以疫情作为一个前提去讨论政治、讨论经济、讨论这个地缘政治、中外关系，都必须把疫情放进去。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今天其实这件事情从昨天开始，我开始分析这一系列的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现在正在重复去年发生的情形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标题，叫中国疫情重现去年情形，经济受挫难以避免我先讲一些基本的这个事实声音怎么样？大家给我回应一下，声音如何？因为我换了一个场景，因为那边有点热，所以我还是到这边来直播声音好吗？回应一下，可以哈 ，OK。国务院联防机制13号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国家卫健委也发了一些新闻稿出来，我把这两个部分的内容放在一起整合出来给大家看大概是这么说本土确诊病例连续19天上升，那么全国已经有18个省、48个市发生了本土疫情，那么累计报告的病例超过1282例，那么现在中高风险地区是156个那么国家卫健委的判断是什么呢？就是中国面临短时间国内疫情多元多点爆发，形势严峻复杂这是卫健委说的那么他就针对当前疫情形势要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强化外防输入，落实高风险人员封闭管理高风险环境和物品消杀等措施，加强风险人群区域协查，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坚决彻底做好重点人员的集中隔离，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这是卫健委对当前疫情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多点多元的爆发，然后它的应对措施其实就是坚决彻底的做好重点人员的集中隔离这是他们到现在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到很清楚，就是你慢慢的可以看到去年发生的情况，当然去年发生的非常集中，时间很短从1月22号这个武汉封城，一直到3月初，中国开始慢慢的逐步放松这个疫情这个管控措施，中间呢大概是2个多月的时间，它时间非常短，很急促，一下子全国性的封停那这次的情况有不同这次情况就它时间拉得比较长，
然后呢，这个蔓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啊，不是像去年哐当一下全国都有了。这一次呢，它很多点它反应的比较快啊，比去年反应的比较慢。比如说武汉封城差不多拖了3天时间，这三天时间，武汉跑出去了几百万人。所以为什么全国性的蔓延的原因就是过年期间武汉其实当时已经疫情爆发，但是它完全没有处理。所以呢，武汉其实那个时候就过年期间已经走了一大堆的人，然后封城封了3天时间，这3天时间很多人闻风而逃，跑出去几百万人，所以实际上当时武汉的剩下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全国一下子就短时间之内全国就爆发了疫情。那这次的情况是呢，这次情况是局部性的爆发，再早我们就不说了。其实今年的下半年，基本上发生在今年下半年。先是广东啊，广东主要是集中在广州和深圳啊，然后蔓延到广东省范围之内。那么这次是江苏南京，南京这次，我为什么讲这次的情况，再重现去年，就是南京的这次爆发跟上次广东爆发不一样，南京这次爆发点在哪里？在机场，所以它迅速的扩展，所以现在它18个省48个市发生了疫情，原因是因为它这个爆发点是在机场。但是呢，它相对来说，今年各个地方的反应是比较快，所以它基本上是集中在当地啊，那么也会扩散，但是扩散的反应都比较快。你比如说扩散到张家界啊，扩散到比如说这个云南进来的这个在瑞丽啊，我昨天一直在讲丽江，其实在瑞丽啊，昨天说错了啊。我经常搞不清楚瑞丽跟丽江啊，经常会口误啊，所以就出现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蔓延的速度受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关于对于疫情的态度的问题。共产党喜欢人定胜天啊，那么其实对待疫情这件事情，中共的态度还是人定胜天。人定胜天的代价是什么？就是老百姓。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可以看啊，他现在要求什么？不组团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的旅游团，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游，然后就是上千家 A 级旅游景点暂停开放啊，然后铁路、民航、水运、公路开始推出免费的这个退票措施，就是减少什么？减少人口流动。所以现在开始采取这种措施。然后现在你看，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去年已经发生过啊，一个叫封停，一个叫阻断，还有一个叫核酸检测。基本上去年的三板斧，今年继续在用啊，继续在用。所以它具体的措施啊，这个记者会上具体措施是：第一个，疫情发生地区要继续落实常态化防控各项措施，加强流调溯源、核酸检测、集中隔离、社区管控，限制人员外流，防止疫情向外扩散。这个措施基本上去年在做，今年还在做。然后第二，加大对涉疫风险人群的排查，落实健康监测、核酸筛查等措施，及时发现潜在的感染者。这基本上是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来做的疫情控制，那么避免出现新的疫情爆发点。那实际上现在已经在爆发，哪里在爆发？扬州的爆发，虽然扬州已经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封了1个多星期了，但是扬州的疫情还没有停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第三是指导各地全面排查口岸城市、机场、港口
定点医院、集中隔离点等高风险场所的防控漏洞，在这些重点场所、重点单位要排查防控漏洞防控的漏洞，及时采取整改措施避免发生新的输入性的疫情。然后剩下的是什么？剩下就是戴口罩、勤洗手、1米线就是这个禁止，现在已经开始禁止聚集了那么很多地方已经开始，餐厅所有的娱乐场所全部关掉，餐厅不可以堂食那么在发生疫情的48个城市当中，目前已经有36个城市已经没有发生新增的病例的报告。卫健委的结论是全国疫情风险总体可控这句话呢我很耳熟就是说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后，连续的将近半个月之内，疾控中心也好，卫健委也好，一直在告诉大家总体可控，疫情总体可控，但是其实没有控制住。所以现在的情况还在中国政府在它的表现基本上跟上次是一样的。第一，撒谎第二，瞒报，然后就一直在讲总体可控。疫情总体可控这件事情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疫情是不可控的。为什么？实践已经证明就是这种阻断措施是有效的，在短时间之内是有效的，但是实际上你控制不住的，除非像去年1月22号开始到3月中旬，这种全国性的封停，是有效的，因为所有人都不出门。当所有人都不出门的时候，的确疫情能很快控制住。但是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去年上半年整体经济就一下子就没有了，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对人群的控制就是2条。第一条，社区风控到位就是落实社区网格化管理，然后加强居民宣传，确保人员不流动、不交叉、不聚集，然后就是进行消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集中隔离要到位然后就集中隔离是什么呢？就是集中隔离点，然后就是叫3区2通道它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就隔离点和隔离模式已经非常的，它现在已经要求什么呢？单人单间的这个隔离然后就是人物同房，就是人和物件同时要防止交叉感染。然后他开始还做一件事情，对12岁到17岁的人群青少年进行疫苗接种。到目前为止31个省累计接种了6000万6000万。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这个儿童和青少年不良反应率不高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包括什么呢？包括一般反应，也包括异常反应。一般反应就是发热、局部疼痛、红肿；异常反应主要是过敏反应。那么过敏性皮疹症状比较轻这是记者会上说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成年人的异常反应和一般性的反应他也没有公布过。当然，儿童的这个一般性反应和异常反应也没有公布过。公布过什么数据？我不相信他有数据，因为我们的网友给我们报告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他甚至异常反应的报告渠道都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所以他的数据他没有数据所以他也没有报告大家。那么8月13号，高风险地区到目前为止是27个中风险的地区是128个，在8月10号，高风险地区有20个，也就是说13号比10号增加了7个高风险地区。但是中度风险地区呢，
就现在是128个13号，那么原来是204个，是减少了的，但是高风险地区增加了。高风险区域呢，扬州有10个，你看27个，扬州占了10个，可见扬州现在正在大规模的爆发。然后就郑州1个啊，开封7个啊，数量并不代表什么啊，因为它数量只是代表一个区域，有的区域可以非常的大啊，一个街道啊，通常在城市里面，一个区域就是一个街道啊。那么驻马店是5个，张家界是3个，瑞丽是1个，瑞丽那一个就是解告国门社区啊。那么我们在7月30号的时候，我们曾经报道过，中国正在快速回到疫情动员状态啊。我们现在回看那个节目，我认为是反映的是比较准确的啊，就是中国快速回到疫情动员状态，因为进入了新的爆发，就是南京禄口机场爆发之后，然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动员状态。然后到了8月2号，我们另外一个报道叫疫情蔓延，中国各地恢复阻断措施。现在各地正在这个阻断措施越来越广泛啊，范围越来越大。你想一下，它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它基本上18个省、48个市都采取了阻断措施。一个是阻断，一个是封停。阻断跟封停是什么？是经济的杀手。当你又阻断又封停的时候，经济基本上停顿下来啊。那么扬州，我们来讲讲扬州啊。扬州的情况是，卫健委公布的是最新的数据啊，就是确诊病例啊，8月12号的12点，全国的确诊病例是99例啊，那么本土是47例。其中江苏26例，河南14例，湖北4例，2例，云南1例。那么现在这个扬州是重灾区啊。扬州8月12号新增的是25例啊，那么累计增加到了510例啊。我相信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对的啊，扬州肯定不会只有500多例。你应该是以千为单位啊。扬州主城区昨天这个第7轮核酸检测145万，完成检测38万，发现6宗，145万采样，然后是检测完毕是38万，6宗阳性啊，6宗阳性我都觉得少啊。那么扬州的现在的情况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爆发失控的状态。江苏省的省长吴政龙说，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社区管控必须更加严格集中隔离、应隔尽隔应该更加坚决，核酸检测要更加高效高质。这个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在源头上就有问题。我们现在看疫情防控在医疗层面有2个核心的工具。一个是试剂，核酸检测试剂。核酸检测试剂，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第一个是要快速，第二个就是准确率那么中国在医疗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核酸检测的这个试剂准确性不保证这个情况跟什么？跟疫苗的情况是一样的第一个，核酸检测它的准确性非常的低，这第一个。第二个，速度不够快，还有一个就是当然价格也不够便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科技的发展直接影响什么？直接影响疫情防控的措施、手段和效果。结果上反映了什么？反映的就是老百姓付出的代价那么现在他说的这个社区防控必须更加严格，其实讲的就是当地扬州现在的这个封城措施。8月3号开始，扬州已经进入了准封城的状态。那么主城区封闭小区的基本上全部都处于一种
封闭管理啊，小区留一个门口，进出实行隔离啊。那么小区里面每栋楼之间是硬隔离，然后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巡查，严格检查，防止人员随便出入。然后车辆管理除了这个抗疫的车辆、医护人员车辆和运输生活必需品的车辆以外，其他车辆一律禁止进出这个居民小区。然后进出是这个健康码和核酸证明两样东西必须有才能进出啊。然后就是扬州的情况现在非常的不乐观。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河南的郑州、湖南的张家界、湖北省的咸宁、荆门和这个武汉，就都超过了武汉已经超过150个小区实行这个封闭措施。现在封停的措施分3种，一个叫封闭，一个叫封控，一个是叫警戒，3个层级。武汉已经有150个小时叫封闭。封闭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出门。封控是什么？封控就是你可以出去，但是一天只能出去一个人一天只能出去一个人。封闭是你门都不能出去，我直接派人送东西来就是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形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和去年发生的情况基本上一样。那去年我们大体上说一下，1月15号，去年的1月15号中国疾控中心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就是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宣布病毒不排除已经人传人，这是1月15号。1月21号，武汉开始准备封城到了1月24号1月23号正式封城，然后就是全国范围公路、铁路、航班全部取消然后就是交通部、国铁、民航总局全国范围公路、铁路、航空免费退票。到了1月30号，省际长途客车，然后是基本上所有的交通全部阻断了从1月31号到2月12号这2个星期之内，湖北省以外所有城市宣布封闭管理然后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然后封闭式管理涉及到60个大中心城市包括上海、天津、重庆3个直辖市，湖北、辽宁、江西、安徽、内蒙各个省然后到了3月23号，实际上是1月21号到3月23号，基本上是2个月的时间。3月23号就开始说，基本上开始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现在有个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中国是最早推出武汉肺炎这个疫苗。那么这次的数据这次记者会公布了公布的是截止8月12号，中国累计接种疫苗是18亿次18.3亿那么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是7.77亿人次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完全接种的人群有7.77亿。那么至少有一次接种的是10.55亿，那么完全接种的已经达到了 53.58%， 那么至少接种一次的呢，已经达到了 72.75%。那其实已经很接近什么？群体免疫了群体免疫的福奇提出来的群体免疫的比例是70%到85%那么7月31号
北京市7月31号，北京市18岁以上常住人口这个接种率已经突破了92%，92%就是至少打了一针的，已经接近92%。那么他们又公布说打了2针的打了2针，现在全国打了2针是 7.77%。所以你看一下，理论上来说，当你的疫苗接种已经达到一个这样的级别的时候，疫情会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实际上所有的防控措施都没考虑一样东西，就是疫苗。你看，所有卫健委在讲到当地采取各种各样的风控措施、防控措施、外防输入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考虑一件事，就是疫苗。因为实际上，从今年和去年相比，唯一不同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今年有了疫苗，但是今年中国做的所有的防控都不考虑疫苗，为什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国产疫苗无效。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情况的不同你可以看美国现在的情况，美国是一针是打了1针的是59.2%，你大数60%那么完全接种的包括我50.4%这是美国。阿根廷是58%，巴西是51%，土耳其是51%。虽然疫情反弹主要是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变异株导致的一个反弹，当然还有一个变异株反弹的原因是有一部分不愿意接种疫苗的这出现的反弹但是就算是出现了反弹，但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北美特别加拿大进步非常快，加拿大已经成为一个领先的接种疫苗的国家。北美、欧洲，然后就是你看的南美洲情况都是大家都感觉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隧道已经看到了光亮，我们基本上要走出，就看到光亮意味着什么？看到光亮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走出隧道。为什么？疫苗有效，疫苗接种的速度比较快。当然，美国还需要加把劲才能够达到它的。美国现在是需要打2.8亿现在他打了多少？他现在打了完全打了的是1.6亿，那还需要打1.2亿。所以现在实际上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加把劲就是尽量的去打疫苗。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他继续按照现有的速度往下打的话，今年年底毫无疑问，美国会全面的开放北美会全面的开放，欧洲基本上就会全面的开放，因为看到隧道已经看到光亮。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情况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就是中国现在仍然在疫情当中。中国的疫情你看到的情形，从病例来说，美国每天发生的病例比中国多得多得多，但是你说中国一天只有99例，你相信吗？我不相信我是不相信那么但是毫无疑问，病例的数量肯定是没有美国多，但是美国有疫苗，中国现在没有疫苗。中国虽然有一个叫复必泰疫苗，但是它没有批准。为什么不批准当然是现有的这些无效疫苗供应商们做的工作他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有效的疫苗就出不来。这是什么？这就叫祸国殃民，就是生产无效疫苗的厂商在祸国殃民，然后政府官员
容忍这件事情的发生。你看政府官员，这个卫健委的所有的官员，在提到所有的防控措施的过程当中，从来不考虑疫苗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也知道中国国产疫苗无效，这就是现在的情形。那么未来的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未来的发展的情况就是世界其他的国家会逐步的开放，然后用什么呢？用疫苗护照，就是有效疫苗护照来进行流动，人员流动。那么中国现在的国产疫苗无效，而且其他国家逐渐的都不认它的疫苗，所以而且中国自己也不敢打开国门。为什么？因为它疫苗无效，它怎么打开国门？中国自己讲，在明年年底之前，它不会打开国门，也就是说，它的流动仍然会被严格的限制。我刚才讲，它为什么会严格的限制，而且各地的防控措施会越来越严格？为什么？因为昨天、今天，中国宣布了2件事。第一件事，广东省处罚了20名在疫情当中，5月21号，广州市开始爆发上一轮的疫情，一直到6月27号清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集中在广州的荔湾区大爆发，那么蔓延到佛山、湛江、茂名、南宁，南宁是广西啊。那昨天他就宣布处罚20名官员，这个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志英叫诫勉就是严厉批评啊，然后就是副市长是处分记过啊，然后是卫健委的主任免职，卫健委的医政处处长撤职，然后是荔湾区的书记、区长免职，常务副区长撤职，荔湾区的健康局局长撤职，荔湾中心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撤职，就严厉的惩处什么呢？惩处这些在疫情防控当中认为表现不佳没有做到应尽责任的人就撤职。然后今天扬州就也是扬州市的常务副市长党内警告，副市长记大过，然后这2个区爆发疫情2个区的区委书记免职。南京之前的这个发生机场爆发的这个东部机场集团的董事长冯军、总经理徐勇被查当时是7月21号就撤职，撤了冯军这就是禄口机场的领导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次跟去年的不同的地方，去年你看武汉这个湖北省武汉市这2级领导是到很后面才处理，这次不是，这次上来就处理，非常快这个处理的后果是什么？处理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会更加积极的干什么？采取措施，采取封停的措施。因为对他来说，越积极，措施越到位，越狠，越重，越没事，他没有责任。所以你可以看到下一阶段的情况是什么？封停的措施会越来越严厉，而且很多，我相信到后来，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去年的情况就是大概90%的地方都不需要封停的地方，它全部封停了。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中国有1000个小区被封停了，封闭了。实际上这1000个小区里面，可能只有100个，按照它的标准，可能只有100个需要封闭。结果封闭了多少？封闭了1000个。情况就是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今年，就是只要你的措施越严厉越好。这跟什么？这跟中国经济今年以来不断的采取各种措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领导需要什么？
领导需要大家严厉、雷厉风行的执行政策。至于这个政策到底什么效果，不管，先把它做出来再说。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好做坏是能力问题，态度是第一位。这就是现在中国官场的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到，马上受影响的是什么？马上受影响的是旅游业，旅游业现在已经开始崩溃了啊！刚刚恢复的旅游业现在开始崩溃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服务业开始崩溃，很多城市的服务业开始崩溃，服务业、零售业开始崩溃。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是第三个季度的中间啊，现在8月中啊，然后是第4个季度，第3个季度和第4个季度都不用看了，这个情形非常的严重。我还是那句话，总结几条。总结第一条，中国的现在的整体的疫情防控的思维、战略思考和去年没有任何的区别啊。三板斧：阻断、封停、核酸检测。三板斧没有核酸检测仍然是有效性、准确率非常的低，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的国产疫苗无效，这件事情简单来说就是祸国殃民，它非常形象而且非常准确的反映了中共的执政特征。第一，撒谎撒谎，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征。撒谎，在疫苗这件事情撒谎，因为其实疫苗撒谎既愚蠢又腐败，因为疫苗你是骗不了人的，疫苗是最不能骗人的，因为你很简单，你打完疫苗以后你又感染了，那你第一个你说啊这个不是100%的保护，这没问题，结果第二个又感染了，第三个感染，结果你发现这一个感染链当中99%都是打过疫苗的，全是打过疫苗，甚至全部都是打过疫苗，全部感染了，那就结论很明显，就是疫苗无效。你生产出来的疫苗是无效的，你还在那吹牛逼，这是什么？这就是祸国殃民。祸国殃民不会，我们讲祸国殃民不会比疫苗造假或者是生产假疫苗来得更严重。任何一个事件，甚至你发动一场战争，都不会比这件事情对中国人的人命伤害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疫苗这件事情非常本质性的反映了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特征，就是撒谎无能。这件事情是根本性的。我经常讲，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疫苗是根本性的手段、基础性的手段、本质性的手段。如果你这个手段没有用，那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去买。可是复兴医药已经引进了德国的疫苗，这个是有效的疫苗，但是你到现在不批准，你说一个国家腐败到这个地步，你还有什么话讲？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疫情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根本来说不是能力问题，因为你生产不了疫苗没关系，你去买就是了。很多国家都生产不了疫苗，但是它并不是做不到。中国不仅不买，而且买了也不批准，引进了也不批准，甚至他去出口，拿那些无效的疫苗去出口，然后在国际上去丢脸。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比这个更无耻、更无聊、更荒唐的事情吗？但是正在中国发生，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以中共的腐败、无能、无耻正在伤害中国人民，中国经济、中国的民生都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节目非常的既悲伤又愤怒的原因。这件事情去年发生，今年还发生，2003年发生了，
现在还发生，一模一样，没有寸进，没有一寸的进步。进步的是什么？进步的是手段，只是手段，什么都没有改变。这里面最近一段时间，张文宏被围攻啊，在国内被围攻。张文宏讲了一句话，叫与病毒共存。与病毒共存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都在误读，就是说这帮五毛，这帮粉红们呢，就没有好好的去看别人的讲话。张文宏的话是什么意思？张文宏的话是那段话，其实他讲的是什么？这些病毒不会消失，它已经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扎下根来，我们是没有办法消灭这些病毒的，是这个意思，这是事实。我们现在美国也好，世界所有的地方也好，到处都是病毒。为什么？这件事情它已经扎下根来。那真正要解决这些病毒的办法是什么？就是疫苗。但是中国没有疫苗，中国没有疫苗，你清零，你能不清零吗？必须清零。如果你不清零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武汉的情况就是爆发，然后你医疗系统崩溃。所以实际上呢，在现有的条件下，现有什么条件？没有疫苗或者国产疫苗无效，其实就是没有疫苗。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封停措施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让它停下来，让这个传播停下来，让传播停下来，那就是封停。只不过呢，中共烂在什么地方呢？中共烂在你让它传播下来，不仅仅是封停，其实有很多的措施。我们举个例子，你看一下台湾，台湾没有封停，但是它一样让它在没有疫苗的情况，它一定要让它停下来。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民众的配合和组织的恰当，包括香港做得很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社会发展水平跟文明程度的问题。中国你看一下打疫苗那个组织的核酸检测，你首先是组织能力是一塌糊涂，中共的基层的这个管理能力，这不是一般的烂，是相当的烂。然后整体社会发展水平就是这个水平。它最先进的是什么？监控、健康码很厉害，但是其他地方不行，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导致的后果就是你仍然没有办法控制住，那就怎么办？那就用封在家里的方式，这就是次先性的人道灾难。所以这一次中国国内对张文宏的这种围剿，其实既蛮横又愚昧。蛮横和愚昧就是你没搞清楚这件事情是什么。其实你用常识你都知道，我不是学医学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你没办法消灭这些病毒，没办法消灭病毒，你就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疫苗。但是你不搞定疫苗，天天在吹牛逼，吹到现在破了，纸包不住火。现在这个局面就是纸包不住火的局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总结一下，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再去判断中国经济、中国局势、中国因素的时候，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把疫情这件事情作为前提或者作为背景，一定要放进去考虑，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非常希望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是错的，我非常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但是很不幸，每次我都判断对了所以请大家警惕。我今天做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提醒，尤其是提醒国内的网友尽量的多做准备。我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疫情其实人定胜天，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除非
除非全国性的封停。如果你没有实现全国性的统一封停的话，其实疫情是不可控，因为人会跑来跑去的。你说啊，我这里出现了疫情，我就把它全封在里头，就不会出现的，不是的。其实这个社区里面到处都是病毒，只是它有没有爆发的问题。你举个例子，你说这个叫什么？广州疫情的爆发，他最早的那个人是谁？一号是谁？不知道，你怎么知？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的这个思路，人定胜天的思路，你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你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思路是什么？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扬州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在你这个城市，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随时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要，我经常我们在网上看见一些幸灾乐祸啊，讲一些风凉话，不要讲别人的风凉话，不知道哪天会发生在你的头上，好吧？啊，明谢 Helen 谢谢，果喷色谢谢，唐伟谢谢，Kim Yong Min 谢谢，陆成谢谢，Takayama 林谢谢 ，Alex 陈谢谢，怡宝白咖啡谢谢啊。情况坐标武汉江夏区，武汉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我是事业单位员工，被要求到社区做核酸。像我这样的人，差不多每天有上百人。除了医护人员和信息采集员，其他大部分人都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之前区内都没有封锁，只知道一味的做核酸，反而加重了传播速度。如果没有防护措施的话，这不疯了吗？如果万一有呢，怎么办啊？这个真的是，所以所以所谓的这种封停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太多的破口啊！就其实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人付出的这些代价白白付出了，你这一个破口不就全毁了吗？观点一线的医护非常辛苦，这么热的天全副武装，像北京烤鸭一样，我想大概他们也只是应付一下，很多地方的检测点就是走过场而已。情况，扬州的隔离群众已经转移到昆山、常熟等定点酒店，看来扬州的情况是严峻的。除了昆山，除了常熟以外，周边都在转移，叫集中转移隔离啊。情况，扬州的朋友所在的这个字怎么读？我一直是不记得啊。接到有奖举报通知，从8月13号开始，提供一条从未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线索，奖励100元。提供最近3次未检测人员线索，奖励50元。通知最后还说，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这是中共的老办法了啊！举报告密，这就是中共有告密文化，就是要大家告密啊。情况8月10日，江西丰城一老师发帖说，扬州面积不算大，人口也不算多，可不可以让扬州试验一下，放弃严格防疫，与病毒共存，看看会产生什么效果？结果这样可以为全国后期防疫提供借鉴，仅仅是建议，被视为发布疫情不当言论，被行政拘留15天。这就是中国非常典型的这个言论治罪啊！言论治罪是什么？就是违宪啊。当然，这个言论本身，如果你不进行这个防控措施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大片的人倒下，一定是这样。不防疫的话，后果就一定是武汉的情况会再现，医疗系统会崩溃。有些人认为，不进行防控，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防控措施其实有很多种。
你比如说香港，比如说台湾啊，他并没有封在家，他只是鼓励大家不要出门，大家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不一样控制了。所以，中国现有的风控封闭手段不是必须的，不是必须的。但是前提是什么？中国能不能建立其他的这种防控模式？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看不出来中国有更有效率的，或者是更人道、更有效率的，我看不到。当然，能力也是个问题啊，能力也是个问题。情况，几个打了国产疫苗的朋友到欧洲做抗体检测，抗体含量低到忽略不计。今天有一个朋友对我说，美国疫苗也是无效的，每天还有那么多人感染，我表示很无语。他多年来一直可以轻松上外网，但是从来都认为政府做啥都是对的。我一个护士朋友还嘲笑我们打辉瑞，意思是国产的好。我们不要再跟我讲这些话了，没有意义。因为除了你发泄以外，没有什么意义，这就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我们已经知道了，而且知道这情况很严重，好吗？情况坐标西安，不幸被王老师言中，公司已经通知明天不做核酸，下星期不让上班啊。情况，现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对外来人员风险身份的认定是按照外来人员所在城市是否存在中高风险社区，而不是外来人员是否居住在中高风险社区认定的。即使这些外来人员所在的社区不属于中高风险，只要他所在的城市具有中高风险社区，想要进入其他城市，就会被强制执行隔离21天。这相当于各个城市之间已经相互隔离。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他不知道吗？他知道的，但知道他为什么还要这样？故意的。为什么要这样故意？越故意，态度越坚决，措施越严厉越好，领导越高兴，领导越高兴，我自己越没有责任，那就使劲来。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各个地方出的各种政策会越来越极端。因为你在惩罚这些所谓的这个措施不利的人，那大家就尽量的采取有利措施。有利措施是什么？有利措施通常都是超过需要一大截的措施，叫有利措施。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今年的剩下的时间将出现重创，将被重创。观点：中国疫情扩散最大的原因是疫苗无效。二，与病毒共存才是正确的观念，这不是消极防疫，而是正视问题所在。以目前人类的医疗科技，连流感病毒都无法消除，怎么消灭新冠状病毒？只有推动有效的疫苗普及率，以及让肺炎感冒化，才是目前最佳的防疫方案。非常对。与病毒共存，不是说你不要采取对抗病毒的措施，是你没有办法消灭这些病毒，这是一个观念问题，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怎么去对抗疫苗？你只有用疫苗来对抗。你说我把大家封在家里，能不能消灭病毒？也不消灭不了，只是不会出现病例。病例要消灭，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必须清零，必须把病例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情况下，你才能不会大规模的爆发。如果你没有疫苗，然后你又不控制病例，你就一定会大规模爆发。大规模爆发的后果就是死好多人。和病毒共存，就是你要想办法安排有效的疫苗，保护大家。观点：中国防疫措施绝不可能学会西方的病毒共存。中共要在世界上吹牛逼，
为了证明自己的封停措施领先西方，但代价是导致中国经济越来越糟糕，以及人道灾难等社会问题。非常对啊。观点 CCP 重复去年的方法一点都不奇怪，他一直都在宣传他的模式是最好，是世界典范，却忽略 Delta 病毒传播是更厉害。去年老黄历是行不通，但国内的疫苗不行，除了封城没有别的办法。是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他没有别的办法。他吹牛逼说他的封城措施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我可以肯定，他现在的封城措施，阻断措施是有效的，非常有效的阻断，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他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他不讲这些问题，他只讲我有效的阻断。但有效阻断的结果是什么？有效阻断的结果就是你其他的问题比有效阻断的结果严重，更严重，就这个啊。情况国内现在越来越严格，回国需要21+7啊，酒店21天再加7天，4次核酸检测，1次抽血化验，隔离时间太长，在酒店能把人逼疯。下半年老百姓生活艰难，但是大家还是义无反顾的要回去啊。如果是生计，我们没办法，但是很多人不是生计，很多人是什么？很多人会被误导。就刚才有网友说啊，觉得国外的情况更糟糕。你可以看一下新华社，新华社旁边就跟中国疫情的情况下面放一条那条情况，看完那条新闻的人都会认为美国的情况比中国严重10000倍，这就是在误导。但是如果你天天只看新华社，那你就没办法知道真相啊。观点：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造成了疫情全球大流行，超过400万人的人命损失。共产党的可防可控，充斥着谎言和毫无章法的执政无能。这两项违背良知的自我猥亵，不仅祸国殃民，也让全世界看透中共腐败、无能、无耻、荒唐的本质，并且站到与其对抗的立场，祈愿墙内的百姓平安度过浩劫，恶贯满盈的中共招致天谴。情况：中国筛查采用样本打捆测试，发现阳性后再拆开单个测试，这种方法只有中国采用，准确率不被世界上任何专业人员接受。中国出口的单个试剂准确率低，不受欢迎。情况：按照学校通知，我家孩子计划本周打疫苗，前一天晚上听王老师的节目直播，有几位网友报告疫苗后有严重的副作用，我立刻决定叫停孩子打疫苗的安排。中国疫苗的副作用风险完全没有可靠的依据来判断，我们大人对打疫苗非常谨慎的态度。小孩子有明显的过敏体质，怎么可以让孩子去打这种不靠谱的疫苗？如果你有过敏，就千万不要让他去打。为什么？不可控，因为他们撒谎。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们撒谎，不告诉你。所以在疫情的这个当中，中共他从头到尾都在撒谎，都在欺骗，都在隐瞒。撒谎、欺骗、隐瞒是什么？是疫情最大的敌人啊！是疫情最大的敌人，比病毒还要坏。情况：本人刚刚回来，完成隔离，受了很多罪，完全同意王先生的看法。这就是一场奢侈的折磨。但回来探亲有家人的原因，也确实没有办法。是的，就很多时候，中国人回国也是没有办法，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有选择的话，我劝大家还是不要回去。情况：中国经常听的广播电台原来是24小时播音，现在为了省经费改12点后就结束了，里面新加了很多广告招租。2. 北京现在疯狂的在推一个政府主导的补充医保，声称报销范围更广，
额度更高，实质上是医保有压力，赶紧圈一波钱。以上2个情况说明，即使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财政已经快吃不消了，更不说其他的城市。现在情况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医保就是去年的疫情，然后今年的打疫苗和今年的核酸检测，我认为已经把现在各个地方的医保给掏空了。然后就是这个退休金，退休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普通的退休金加了一点点钱，真正的就是政府跟事业单位的人加了一轮工资。然后现在是什么？现在是这个军队、警察、公安加了一轮工资。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实际上整个社保体系，我相信是在崩溃当中在崩溃的，所以他正在推动全国统筹。全国统筹是什么意思？全国统筹就是大锅饭，大锅饭就避免个别地区的崩溃。但是如果个别地区不崩溃，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到发展到某个情况之下，那么就整体崩溃。情况今年就业形势非常困难，大学学妹错过校招找不到工作，现在去做主播。他说直播公司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很多都是公司倒闭找不到下家找不到工作的孩子，情况非常严重。那你想一下，其实呢，教培行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就业的蓄水池，特别是那些大学刚毕业的孩子，去教培行业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其实他需要的有些低端的岗位，经验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教培本来是一个好的蓄水池，结果他一口气团灭，直接就出来3、4千万的人就业人口失业。那你想想看，本来就业岗位就很少，那你还现在都去，你看吧，就是美团的单价送餐的单价，你看还得跌，为什么？都去送餐去了啊。情况，我在国内一线城市做生意18年，19年营业额利润最高，20年跌10个点，今年上半年比20年上半年再跌10%，下半年更不乐观。观点，本人在北京从事连锁餐饮，本来利润就是5%，盼望着疫情早点结束，可以快2年，可是快2年了，看来需求和疫情共存了，现在利润是负20%。情况，中国已经加速的没回头了。我在体制内很清楚，地方债务多得可怕，实体店我们这里倒了最少50%，地方政府已经穷凶极恶，不断的在路上拦电瓶车、抢地摊、敲诈店铺，经济不是很差，是快死了。情况，杭州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刚刚辞职，离开了原来的勾心斗角的工作，想生活简单点，就去了面包房打工。1个月工资5000，不给五险一金，1周工作6天，1天8小时，还可以吧？5000啊，5000还可以了。而且，当然辛辛苦苦读了个硕士去面包房打工我还是劝大家2点。第一点，不要创业，哪怕你看到的是一个黄金的机会，也不要去创业。为什么？这个绝对不是个创业的时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跳槽。你以为这个岗位不好，你觉得不好的岗位，我告诉你，后面有1万个人等着呢，所以不要跳槽。你说那个更好的岗位你看到的更好的那一面，肯定有另外一面不好的那一面你没有看到，所以别跳槽，不投资不创业不跳槽，然后第3个持有现金吧尽量的持有现金吧为什么
这个时候风高浪急，我不相信这个时候资本市场会给你带来财富。实体经济没办法给你带来财富的时候，那么资本市场也没办法给你带来财富。为什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资本市场的财富都是从实体经济来的。你看，你只是很多时候你看不到而已啊。情况：周日接到天津朋友的信息，天津、西安等地已经停止非母语外国人的签证续签，这些需要马上离开中国的外国人，如果想要把在中国银行账上的钱兑换成美元或者是欧元，必须要有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的发票，拿不出发票不给换，工资单不算发票，都不完蛋了。什么意思？那就是让他带着人民币走。情况：北京社保从7月份开始涨最少 25% 以上，主要涨的是企业缴费，不知后面又有多少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倒闭了。涨 25% 以上，疯了，这不想人活了。社保这一块对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这么干那真的是。好，明谢周明，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